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抚州府有一个陈志良，他是幼年时流落到这里的，那时候他才7、8岁，破衣烂衫，面黄肌瘦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王氏见他可怜，就收养他做儿子。王氏40多岁，也是个苦命人。20年前，丈夫因意外离世，也没有留下一儿半女。她丈夫死后，她的大伯哥就逼着她改嫁。王氏把贞洁看得比命还重要，因此一直没有改嫁。她一个人靠纺线织布为生，也能顾住吃喝，可就是夜深人静之时倍感孤独。自从收养了陈志良，王氏的生活也有了希望。她为陈志良做鞋袜，缝制衣服，教他做人的道理。陈志良感恩王氏的收留，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，每天早早起床打扫院子，帮助母亲烧火做饭，白天还跟着王氏去地里干活。二人虽不是亲母子，但他们的关系比亲母子都要亲。光阴似箭，10年眨眼就过去了。陈志良长大了，王氏也老了，陈志良就不让王氏再干活，自己挣钱养活母亲。但王氏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总是趁着陈志良不在家的时候偷偷上山上采药，然后拿到集市上卖。夏天雨水多，山上长出了很多蘑菇，村里的妇女孩子都去山上采蘑菇，王氏也提着篮子与村里人一起去采蘑菇。在采蘑菇的时候，一个孩子脚下打滑，就要从陡坡上摔下去。王氏一看没有多想，就跑过去拉住孩子。因为才下过雨，地面湿滑，王氏拉住了孩子，而自己却从陡坡上滚了下去。他都快60岁的人了，骨头比较硬，这一摔腿就摔骨折了。陈志良从外面回来，村民们已经把王氏弄回了家，他赶紧请来郎中给母亲接骨。郎中说道，年纪大了，恢复就不容易，至少要在床上躺3个月。王氏天天躺在床上，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煎熬。陈志明就安慰他不要着急，安心把腿伤养好。王氏说道，你还要干活，还要照顾我，我能不急吗？哎，都是我太没用了。在陈志明的细心照顾下，王氏在床上躺了整整3个多月，虽然能下床走路了，但从此落下了残疾，摔坏的腿变短了，走起路一瘸一拐的，很不方便。陈志明就对王氏说道，娘，以后你就在家里歇着，不要出去干活了，只要你好好的，我才能放心出去干活。王氏腿脚不灵便，走路很费劲，他就听儿子的话，不再去山上干活，就在家里做饭，做鞋袜，还在房前屋后种上了瓜果蔬菜。家里本来就穷，如今王氏的腿又成了残疾，陈志良的婚事就更难办了。王氏害怕儿子打光棍，就去找黄媒婆说亲。黄媒婆看着王氏也很是为难，说道，你家这情况，要说媳妇确实不容易，你先回去，若有合适的我就通知你。王氏知道是自己拖累的儿子，心里就很不是滋味。他回到家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陈志良见母亲闷闷不乐，就很担心，问他有什么事。王氏说道，都是我这个没用的老婆子连累了你，要不你也成亲了。陈志良说道，母亲，婚姻大事要看缘分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不要想太多，你儿子现在没有成亲，那是缘分不到，等缘分到了，自然就会娶到媳妇的。你不要想太多，吃好喝好睡好，把身体养好，到时候才有力气带孙子。经过陈志良的一番开导，王氏也没有那么发愁了，只能一切随缘了。一日，黄媒婆来到家里，她对王氏说道，邻村有一个女子，名叫白艳娘，那模样别提多水灵了。如今白艳娘到了适婚年纪，就想找个老实可靠的女婿，
明日我就带你儿子去白家一趟。王氏说道：那感情好，麻烦黄婆婆费心了。次日，黄媒婆就带着陈志良去了邻村的白家。白艳娘见陈志良长相英俊，说话又很好，就相中了。但她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成亲之后让陈志良来她家住，因为父母就她这一个女儿。陈志良一听就不同意，说道：我母亲辛苦把我养大，我不能丢下她不管。黄媒婆赶紧打圆场，说道：你先别急着拒绝，回去与你娘商量一下再说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王氏就问起了今日相亲的事情。陈志良说道：白家要招上门女婿，我要为母亲养老送终，坚决不上门。王氏说道：这可是一个好机会，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，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。陈志良说道：娘，我已经考虑好了，就算打一辈子光棍，我也不上门。王氏知道是自己拖累了儿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就说道：你要是不答应，娘心里有愧呀。娘，你养我小，我养你老，我不能做忘恩负义之人。至于我的婚事，娘真的不要太放在心上，一切顺其自然就好。王氏说不通儿子，次日上午就去给黄媒婆回话。黄媒婆却说道：那白艳娘真是一朵花，怎么就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呢？太残忍了。王氏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说道：那刘小姐怎么了？黄媒婆说道：今天早上我去地里摘菜，听人说白艳娘失踪了。今日早上，白家母亲不见女儿起床，就去房间叫她，谁知房间里到处都是血迹，却不见白艳娘的影子，应该是凶多吉少。王氏听的是胆战心惊，说道：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怕了。黄媒婆说道：谁说不是呢？可惜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。再说白艳娘失踪之后，白家人就去县衙报了官，知县勘察了案发现场，除了血迹什么线索都没有，要想破案也是没有头绪。这件事情影响恶劣，当地的大姑娘小媳妇也是人人自危，大家都不敢出门。事情很快传到了知府衙门，知府大人就命令知县10日内必须破案，否则乌纱帽不保。这对知县来是简直是灭顶之灾。为了早日破案，保住头上的乌纱帽，知县也贴出了悬赏公告，谁要是能提供线索并破案，就悬赏白银100百两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很多人都加入了寻找真凶的行列。2日之后，陈志良卖柴回到家里，王氏已经做好了午饭，母子2人正要吃饭的时候，县衙的捕头就带着一群官差来到了家里。母子2人一看吓坏了，不知道事后怎么回事，官差不由分说就绑住了陈志良。王氏说道：我儿又没有犯法，你们为何要抓人？陈志良也说道：到底是咋回事？你们为啥要这样？我犯了什么罪？捕头说道：你犯了什么罪自己清楚，带走。王氏一看就上去阻拦，却被官差一把推倒，就把陈志良押走了。陈志良被带到县衙大堂，知县就命人先打他50大板，陈志良被打得皮开肉绽，知县才开始审问他。知县说道：大胆陈志良，你玷污良家女子，还杀人灭口，并残忍抛尸，你知道该当何罪吗？快说，那白艳娘的尸体到底在哪里？陈志良忍着疼痛大喊冤枉，小民与那白艳娘只有一面之缘，我与她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她？小民是冤枉的。知县大老爷明察呀！知县怒道：把证人带上堂，看你还怎么狡辩。官差就带上来一个人，这人陈志良认识，是王氏的婆家侄子刘金岭，也算是陈志良的堂哥。刘金岭说，那日半夜他路过邻村，就看到陈志良翻进了邻村白家的院子里。因为当天陈志良去白家相亲了，他以为陈志良是与白艳娘幽会，没有多想就回家去了。没想到陈艳娘失踪了，
那一定是陈志良干的。知县对陈志良审理了几个时辰，使用了很多酷刑，但他就是不承认自己杀人抛尸，知县只能把他关进大牢。再说王氏，陈志良被带走之后，他就带着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朝县城而去。因为腿脚不灵便，他走得特别慢，直到天黑也没有走到县衙。他连夜赶路，一直走到5更鸡叫，才来到县衙外面，就开始击鼓鸣冤。门口的官差就去报告知县，知县正为陈志良不招供而苦恼，他现在没有心情管其他的，就命手下把王氏赶走。王氏哀求看门的官差通融一下，并从怀里掏出几个铜板想要塞给官差。官差一看太少，就呵斥道：赶紧走，不要在这里捣乱，要不我可不客气了。王氏知道耗下去也没有用，就一瘸一拐地离开了。他想回家把家里的2亩薄田和房屋都卖了，去知府衙门为儿子喊冤。王氏走到半路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坐在路边，她面色苍白，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好像是受到了惊吓一样。此时的王氏正在为儿子的安危担忧，没有心情管其他事，可他心善，还是忍不住在女子身边停住了。王氏说道：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那女子说道：大娘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回家？我慢慢对你说。王氏见女子生得貌美，担心她在外面不安全，就把她带回了家里。女子说道：大娘，我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，你可以给我些吃的吗？王氏赶紧就做了几个大饼给女子吃。女子吃饱喝足之后，就说出了自己昨夜的所见所闻。原来女子叫李素素，不是本地人，她是来投靠亲戚的，可打听了几日也没有找到亲戚，她身上的银子都花完了，就一边要饭一边打听。就在昨天晚上，她走到山路上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她害怕遇到豺狼虎豹，就住在了半山腰的一座破庙里。那座庙很破，地上到处是灰尘，屋里结了很多蜘蛛网，荒凉的有些吓人。李素素心中害怕，但总比睡在山林里安全些。寺庙里有10来间屋子，李素素见屋子里面有一张床，上面还铺着稻草，她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躺在了床上。因为连日奔波，她实在是太累了，刚躺下就进入了梦乡。睡到半夜，李素素想要小姐，但想想还是有些害怕，但这事也不能忍，于是就从床上爬起来，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。外面的月亮很亮，李素素见四周安静得可怕，于是就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解决了。当她要返回屋子的时候，突然就看见有一间屋子亮着灯，好像还有哗哗啦啦的水声。李素素来的时候，这里根本没有人，她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上。她本来想快点回到屋子里的，但她又很好奇，不知道亮灯的屋子是什么人，于是就轻轻地走了过去，仔细听里面的动静。只听见一个男子说道：我为你洗澡，把你洗得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的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可不要再跟别人跑了，死心塌地的在这里做我的女人。李素素只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，并没有听见有女子回应。她越听越觉得奇怪，就忍不住用手指捅破了窗户。当她看到屋里的一幕时，差一点叫出声。原来屋里说话的男子是一个和尚，屋里有一缸水，一具女尸坐在缸里，那和尚用一个钵从缸里舀水，然后就淋到了女尸的头上。李素素吓得呼吸都不顺畅了，看来这里是不能住了，她要连夜离开。当她走到一片竹林旁边时，就听到有狼吼的声音。李素素慌不择路，脚下一滑，就掉进了一个地窖里。地窖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李素素就坐在地上，双臂紧紧抱住双膝，盼望着天快点亮。好像过了一辈子，天终于亮了。李素素在地窖里大喊救命，
一个过路的猎人听见，把他从地窖里拉了上来。李素素想到昨夜的事情，依然是心有余悸，就拼命往山路上跑去。后来就遇到了王氏。王氏听了李素素的话，也是震惊不已。他突然就想到白艳娘的失踪，说道：最近这里很不太平，邻村有个女子失踪了，他们诬陷我儿，说她杀人抛尸，如今我儿还在大牢里关着呢。李素素一听也觉得很蹊跷，说道：大娘，你说最近有一个女子失踪，难道昨夜我看到的就是失踪的女子吗？王氏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就说道：李姑娘，请你跟我去县衙一趟，把你看到的都对知县说。李素素就和王氏一起去了县衙。李素素击鼓鸣冤，王氏跪在县衙外面大喊冤枉。不一会儿，周围就围了好多看热闹的人，大家都议论纷纷。看门的人没办法，就去报告了知县。知县就命人把二人带到大堂上审问。李素素就把自己在破庙里的所见所闻都对知县说了。知县一听也大为震惊。当日半夜，知县就带人悄悄包围了那座破庙。当房间里亮灯时，众人就冲了进去。此时的和尚正在给女尸洗澡，屋里的场景很诡异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和尚见有人突然闯进来，就想要逃走，却被官差拿住。知县又派人去通知白家来破庙认尸。白家人来到一看，就扑在女尸身上痛哭了起来。知县把和尚带到了县衙。和尚哈哈大笑说道：我死也值了。原来这个和尚叫钟林，是南方人。他原本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，日子虽不富裕，但也很幸福。贫贱夫妻百事哀。过了新婚期之后，妻子就开始抱怨他太穷，说嫁给他这辈子倒了大霉。钟林为了让妻子过上好日子，他就跟随着一个亲戚出去做些小买卖。1年之后，他挣到了一些钱，就返回了家中，却发现妻子与别人有了奸情。钟林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妻子和奸夫都杀了。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，他就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抚州府，在一个寺庙里做了和尚。那日傍晚，他到乡下化缘，就看见了貌美如花的白艳娘。钟林觉得她长得特别像他妻子，于是就怒从心头起。半夜的时候就翻墙进入屋子，先玷污再杀害，然后把尸体藏在破庙里，每天晚上就来为尸体洗澡。钟林数罪并罚，被判处绞刑。真凶终于落网，陈志良就被无罪释放了。而王氏的大伯哥和他儿子刘金领却被抓了起来。原来王氏的大伯哥一直想要霸占王氏家的宅子，但王氏收养了陈志良，他们就想法陷害陈志良，于是就做假证说陈志良害死了白艳娘。如今事情真相大白，二人就被关进大牢劳教。陈志良得救，多亏了李素素，王氏母子对他很是感激。李素素是孤身一人，在王氏的撮合下，她就嫁给了陈志良。李素素拿出知县奖励的银子，小夫妻在城里做起了买卖，王氏也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